此生映出这怀金岛屿的红楼。自此以后，宝玉和秦钟同来同往，同坐同起，愈见亲密。又兼贾母爱惜，也时常地留下秦钟，住上3天5日，与自己的重孙一样疼爱。因见秦钟不甚宽裕，更有助他些衣履等物。不上1月之功，秦钟在荣府便熟了。宝玉终是不安本分之人，竟一味地随心所欲，因此又越发的淘气。老太太说了，不早了，恐金想相公回去不便，不如留下吧，明早一起上学去。太好了，如此甚好。那我就回去了。你我都是一样的年纪，又都是同窗，以后不必再论叔侄了，只论弟兄朋友就是了。宝叔虽是好意，但小侄万不敢从。你怎么那么扭捏呢？从此我只叫你兄弟，或者叫你的表字晶晶，方显出你我亲密之情。你且叫一声试试。宝哥哥。哎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。那薛蟠自来王夫人处住后，便只有一家学，学中广有青年子弟，不免动了龙阳之心，因此也假来上学读书，不过是3天打鱼2天晒网，只图结交些契弟。曾子曰：“武令3省吾身。”孝弟而好犯上者，谁想这学内就有好几个小学生，除了薛蟠的银钱吃穿被他哄上手的，也不消多计，更有2个多情的小学生，亦不知是哪一房的亲眷，只因生得妩媚风流，满学中都送了他2个外号，一号香莲，一号玉爱。这2人便与薛蟠交好，更有金阳等也都结交在内。如今宝玉、秦钟一来，见了香莲、玉爱2个，也不免羡慕。只不过薛蟠在此未敢轻举妄动，因此4人虽有情意，只为发迹。不意偏又有几个华贼看出刑警来，都背后挤眉弄眼，咳嗽扬声，这也非止一日。今日太爷有事儿，已经家去。这学中之事呢，命我暂且代管。原来这个贾瑞是贾代儒的孙子，最是个没行止的人。每在学中以公报私，勒索子弟，又辅助薛蟠图些银钱酒肉，一任薛蟠横行霸道。他不但不去管束，反助纣为虐。何故出去？出个小宫。家里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。你咳嗽什么？难道
不许我们说话不成？许你们说话，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？我只问你们，有话不明说，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故事？我可也拿住了，还赖什么呀？先得让我抽个头，咱们一声不言语，不然大家就分起来。你拿住什么了？对，你拿住什么了？我拿住的可是真的，快来看呐，快来看呐！快点，快点！切烧饼呢，烧饼。今日，薛蟠又有了新朋友，把湘玉二人丢开一边，故贾瑞也没了提携帮衬之力。今见秦香二人来到金陵，贾瑞心中便更不自在起来，反说他多事，着实抢白了几句。平日里说笑也是有的，也未见你着恼啊，怎么今日说两句你倒恼了呢？还不都回去坐着去？刚才我明明就看见，还不承认。哎，做了那些没脸面的事儿，哪敢声张啊？谁没脸面了？你把嘴巴放干净点。我刚才明明看见他们跟那儿偷偷摸摸的咬耳朵呢。金荣只顾乱说，谁知又触怒了一个。竟敢出口伤人！你道是谁？原来一个叫做贾强，义系宁府中之正派玄孙，父母早亡，从小跟着贾珍过活，和贾蓉兄弟二人最是亲厚的。今见有人欺负秦钟，如何肯依？想要挺身，又恐伤了薛蟠的脸面，便已装作出小宫，走到了外面。明儿，明儿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不得了了，你们出大事了！金荣出口伤人，在里边欺负秦九相公了，连闹到你主子身上，你说这还得了？我去看看。姓金的，姓金的，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欺负我们秦小相公就是欺负我们二爷。大爷，我有事先走一步了啊！今天你碰你明大爷一指头试试。打得好，明儿！安静！坐下！明儿，我只跟你主子说了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不能发言！你求难了，人都得找来了。爷爷，我厉害！林青，留在这里，全在秦城做什么？动手！快来人呐！造了反了，还不住手！快来拦着！各位也都是斯文人，学历是个清静的地方，原本读书作文，怎能动起手来？这还不是奴才小子，竟敢动手，以下犯上，大刀放肆！啊，你又算是哪家的主子？要不是你欺负秦相公，我至于这么平白无故撒野吗？没有，明是秦州太宗有意先告状。你胡新鲜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哪儿允许你开口？仔细你的皮，给我滚出去！不对，收书，拉马来，我去回太爷去，我们被人欺负了。哥不要性急，何必去惊动他老人家呢？这都是瑞大爷的不是了。太爷不在这里，众人看着你行事，众人有了不是，该打的打，该罚的罚，如何等闹到这步田地还不管？我要着都不听啊！还思落什么呀？我是必回去的。有金荣，我是不在这里念书的。金荣是哪房的亲戚？嗨，他是东边胡同里黄大奶奶的侄儿，那算什么硬正长腰子，也来唬我们？就是。黄大奶奶是他的姑姑，这姑妈就会打旋磨子，给我们林二奶奶跪着借当头。
我眼里就瞧不起这种主奶奶。瞧不起，太折磨了。骗你这小狗养的知道有这些蹊跷。我只当是谁的亲戚呢，原来是黄大嫂子的侄儿啊！好啊，我就去问问他来。话说金荣越想越气，回家和他妈妈说了学堂里的事。他妈妈又告诉了他小姑子。这黄大奶奶一时怒从心上起，便跑到宁府告状。谁知问到情事，引起尤氏另外一大通话来。怎么不见荣大奶奶？唉，她这些日子不知怎么了，这经期啊有2个多月没来了，叫大夫瞧了，又说并不是喜。那2日啊，到了下半天就懒得动，话也懒得说，眼神也发悬。我说她，你且不必拘礼，早晚不必照例上来，就好生的养养吧。就是有亲戚一家来，有我呢，有长辈们怪你，等我替你告诉。唉，连荣哥我都嘱咐了，我说你不许累啃他，不许招他生气，让他静静的养养就好了。他要想吃什么，只管到我这里来取。倘若我这里没有，到你连二婶子那里要去。倘若他要有个好歹，你要想再娶这么个媳妇儿，这么个模样，这么个性情的人，你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去呀。他这为人行事，哪一家亲戚，哪一个长辈不喜欢他呀？所以这2日我好不心烦，这教的我呀了不得。偏偏今天早晨他兄弟来瞧他，谁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，看见他姐姐身上不大爽快，就是有事儿你也不当告诉他呀。再说是这么小的事儿，就是你受了1万分的委屈，你也不应该跟他说。这昨儿啊，他们学房里打架，不知是哪个府学里来的一个人欺负了他，里边还有些不干不净的话，这都跟他姐姐说了。金氏听了这半日话，把方才那一团像情事理论的盛气，早吓得丢在爪哇国去了。心细心又重，不拘听见个什么话都得度量个3日5夜才罢。这病啊，就是打这秉性上头思虑出来的。这都说是喜，可又不是啊。这病啊，起就起在这儿了。哼，这不是黄大奶奶吗？给甄大爷请安。让这大妹妹吃了饭去。我也正有此意。留我用饭本是好意，实在是我家里脱不开，我且回去了，改日再来看望荣大奶奶。既然有事儿，就不强留了，有空多来看看我，比什么都强。今日他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啊？倒没说什么事儿。他刚进来的时候啊，脸上倒像有些着了恼的气色，可急说了半天话，又提起媳妇这病，渐渐的气色倒平定了。你又叫让他吃饭，他知道媳妇这病，又不好意思只管坐着，说了几句闲话就去了，也没求什么事儿。如今且说媳妇这病，你到哪里寻一个好大夫来与他瞧瞧要紧，可别耽误了。你说现今咱们家这些大夫哪里要的？一个个都是听着人的口气说话，人说什么，他添几句文话说一遍，倒殷勤得很。3、4个人一日轮流着4、5遍来看脉，他们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，这吃了也不见效，倒弄得一日换4、5遍衣裳，坐起来见大夫，其实与病人无异。这孩子糊涂，何必拖拖换换，着了凉反倒不好。
这么瞧病，这身体反而更加沉重。可媳妇儿有病总得瞧啊，不瞧怎么能好呢？我正进来要告诉你，方才冯子英来看我这才告诉你，媳妇的身体好得不爽快，又寻不着好太医。他说他府上就有一位。怎么素日从未听闻说冯家有名医啊？冯子英一说起他有一个幼时从学的先生，姓张名有事，学问最渊博，更兼医理极深，且能断人生死。今年是上京来给他儿子捐官，现在他家住着呢。这么看来，这何干媳妇的病在他手里除灾未可知啊！我呀，即刻差人拿我的名帖去请了。倘或今天晚了来不了，明天必定会来。这素日都是我张罗着，今日见老爷上了心，媳妇这病啊是有指望了。请，先生看着脉息，是治得还是治不得呀？依我看来，这病尚有3分治得。若是吃了我的药，夜里能睡得着觉，那就又多了2分拿说。依我看这脉系，大奶奶应该是心性高强、聪明不过的人。聪明太过，则不如意常有；不如意常有，则心虑太过。还要请教先生，这病终与性命有妨无妨啊？大人，您是个明白人，这人都病到这种地步了，那绝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即便是吃了这个药，那还要看医院。依我看呢，今冬是不相干了，总是要过了春分，就渴望痊愈了。先生方才说了这些话，我听了甚知有理啊。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这么痛快，想必这药用的也不错。人家原不是混饭吃、酒惯行医的人，那是因为我跟冯子英好，他好容易把他求来。既有了这个人呢，媳妇的病或许就能好了。是啊，他这个方子上面有人参啊，不然就用前日买的那斤好的吧。是，去吧。哎啊，你去做甚？哦，快过来，照这个方子去打药来煎，快些啊！话说是日，贾家的寿辰，贾珍吩咐了来生，照旧例准备了2日的宴席，又叫奴才们找了一班小戏子，并一档打十番的，都在园子里戏台上准备着。人家来，这不是今天天气凉爽，满院的菊花又开了。我是想啊，请他老人家过来散散闷儿，顺便看看儿孙的热闹。谁知道他老人家又不肯赏脸。大哥哥，老太太昨儿还说要来呢，因晚上看见宝兄弟他们几个吃桃，老人家也嘴馋了，吃了有大半个呢。5更天时啊，一连起来了2回，所以今日早晨便觉得身子倦些，因叫我来回大爷，说今日是断不能来了，要有好吃的呢就要几样，还有很烂的呢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了，老祖宗啊，他是好热闹的，今天不来必定有缘故。哎，前日听你大妹妹说，荣哥媳妇儿身上不太好，这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啊，她这病啊得的也奇，上月中秋还跟老太太太太们玩了半夜，回家来好好的，到了20后，一日比一日较懒，也懒得吃东西，这将近有半个多月了。哟，别是有喜了吧？大老爷、二老爷并一家子的爷们儿都来了，在正堂厅上呢。啊，知道了。是。2位婶人稍坐，侄儿失陪了。
从前呀，也有大夫说是喜的。昨日啊，冯子英见了他从学过的一个先生，这医道可好了。他看了以后说不是喜，竟是很大的一个症候。昨日这不开了个方子，吃了一剂药。今天这头悬的略好些，可别的又不怎么见大效。哎呦，我说呢，他要不是十分支持不住，今儿这样的日子，他是再不肯不强撑着上来的。你是初3日在这里见他的，他强撑了半天，也是因为你们娘两个好的上头，他才恋恋的舍不得去呀。真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他这么个年纪，倘或因这个病上怎么着了？这人活着还有什么趣儿？二位太太，我给太爷送吃的去了。父亲在家伺候老爷们和款待一家子的爷们儿，孙太爷的话未敢来。这才是。告诉你父亲母亲，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，好生伺候你叔叔婶婶们。是的。还有那殷志文，及时刻出，印他10000份散人。是。回去吧。我将此话都回了我父亲了，这会子还得去打发太爷们，并和家爷们儿一并吃饭。荣哥，你且站住！你媳妇儿今日到底是怎么着了？不好吗？婶子回来过去瞧瞧就知道了。我先过去了。太太们是在这里吃饭，还是到园子里吃的好？小戏我已经备好了。我们索性吃了饭再过去吧，也省好些事。很好。快去备饭。是。我们来啊，原为给大老爷拜寿，这不尽是为我们过生日来了吗？大老爷原是好养静的，已经修炼成了，也算是神仙了。太太们这么一说，这就叫做心到神知了。我们去吧。今年的菊花开得真好，漂亮。是啊，过些时一定把老太太请来赏花。对，老太太真应该来。是的。回太太，太太们先用着饭，我想先瞧瞧荣哥媳妇儿去。啊，很是，我们都要去瞧瞧他，倒怕他嫌过于吵闹了。就说我们问他好吧。是。好妹妹，媳妇听你的话，你就好好开导开导他，我也放心。完事后啊，快点回园子里来。知道了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哎，太太，我也跟了凤姐姐去看看吧。你看看就过来吧，那是侄儿媳妇儿。哎，啊，我让蓉儿陪你们去，去叫你荣大爷。是。起来，看，起猛了头晕。我的奶奶，怎么几日不见，便瘦得这么着了？可好些了？快倒茶来，婶子和宝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。这都是我没福，这样的人家，公公婆婆拿自己女儿似的待，婶娘的侄儿虽
说年轻，却也是他敬我，我敬他，从未红过脸。一家子长辈同辈之中，沈娘子不必说，也无人不疼我，与我不好的。如今得了这个病，我那要强的心事一分也没了。公婆跟前未能孝顺一天，沈娘这样疼我，我就是有10分孝顺的心，如今也不能够了。我自己想着，未必熬得去过年。宝兄弟，你也忒婆婆妈妈的了。他病人不过是这么说，哪里就到这个田地了？况且恁多大年纪的人，略病一病就这么想那么想的，这不是自己倒给自己添病了吗？他这病也不用别的，只是吃了些饮食就不用怕了。宝兄弟，太太叫你快过去呢。你别在这里只管这么着，到时候的媳妇儿心里不好了。太太那里惦着你呢，你先同你宝叔叔过去吧，我还略坐一坐呢。是的，宝叔，我们过汇芳园里去吧，让婶子和媳妇儿好说话。凡事都看开些。这府里啊，从上到下，谁不疼你惜你？谁不人前背后的盼你好呢？婶子说的虽是，可我这身子享不了这么大的福了。回莲二奶奶，我们大奶奶请二奶奶到园子里去呢。知道了。你好生养着，我再来看你。何干你这病是要好，所以前日有人见了个好大夫来，再也不怕了。任凭神仙也罢，治得病，治不得命。婶子，我这病不过是挨日子罢了。你只管这么想，这病哪里能好呢？总要看开了才是。况且我听得大夫说，若是不治，怕的是春天不好呢。如今才9月半，还有4、5个月的功夫呢，什么病治不好的？回莲二奶奶，我们奶奶说院子里的小戏子做到好架势，来请二奶奶过去呢。我就来。是。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，这也难怪了。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你，别说1日2钱人参，就是2斤咱们也吃得起啊。你好生养着，我过园子里去了。婶子，恕我不能起身送你了。闲了时，你过来瞧瞧我，咱娘俩坐坐，多说几奏话。我得了仙儿，必常来看你。
请嫂子安。这是瑞大爷不是？嫂子怎么连我都认不得了？那不是我，那还是谁呀？不是不认得，只是猛然一见，想不到是大爷到这里来。也是和该和嫂子有缘。方才我离了席，说到这个清静的地方，略微逛一逛，不想就碰见嫂子了。你说这不是缘吗？怨不得你哥哥时常提你，说你很好呢。今日一见，听你说这几句话啊，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。这会子我要到太太们那里去，不得和你说话。等闲了，咱们再说话吧。我是要到家里去给嫂子请安，恐怕嫂子太年轻，不肯轻易见人的。一家子骨肉，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？哎，你快入席去吧，仔细被他们拿住了，打你的酒。快去吧。那我去了。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哪里有这样亲手的人？他如果如此，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。我们奶奶见二奶奶没来，急得不得了，所以叫奴才又来请奶奶。哎呦，你们娘两个也忒好了，这见了面总舍不得来。我看你你就搬来跟他住得了。好啊，明儿我就搬过来住。快点吧，就等你了。唱声断告呢。再唱着呢，可不。快坐吧。好。拿戏单来，请连二奶奶点戏。哎呦，两位太太都在这儿，我如何敢点呢？我们都点了好几出了，你点2出好看的给我们听。既这么着，唱完这出，再唱一出还魂，再一出弹词，也就是时候了。可不是嘛，也应该趁早啊，叫你哥哥嫂子歇歇，他们又心里不静。太太们又不常来，多坐一会子才有趣呢。这天还早着呢。爷们都往哪儿去了？爷们才到宁西山，带了大十番的到那里吃酒去了。在这里不便矣，背地里呀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。哪里都像你这么正经的呢？此后，凤姐儿不是亲自来看秦氏，秦氏也有几日好些，也有几日仍是那样。贾珍、尤氏、贾蓉毫不交心。怎么样了？
坐。不是都请了大夫了吗？是啊，可是药也吃了，也不见好啊。这年正是11月30日冬至，到交界的那几日，秦氏的病依然不见好转。回老太太，荣大奶奶这几日没见天病，也不见甚好。这个症候，遇着这样大节不添病，就有好大的指望了。可是呢，好个孩子，要是有些缘故，可不叫人疼死。你们娘儿两个也好了一场。明日大初一，过了明日，你后日再去看一看他去。你细细的瞧瞧他那光景，倘或当真好些儿，你回来告诉我，我也喜欢喜欢。那孩子素日爱吃的，你也常叫人做一些给他送过去啊。放心吧，老祖宗。你放心，这病呀，眼看着就好了。好不好的，春天就知道了。现在都已经过了冬至了，也没怎么样。好了也，未可知。正是呢。省得回老太太放心。昨儿老太太赏我的几块枣泥馅儿的山药糕，我吃了2块，倒像刻画在肚似的。你喜欢，明日再给你送来。我这就要回去，回老太太的话呢，今儿就不陪你了。婶子，你替我问老太太。你冷眼瞧，媳妇是怎么样了？这真不行了，你也该将一应的后事用的东西给他料理料理，冲一冲也好。我已经暗暗的预备了，只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，暂且慢慢的办吧。我要快回去，回老太太话呢。你且慢慢的说，别吓着老太太。我知道。
凤姐回来，没有告诉贾母实情，而是说荣哥媳妇暂且无妨，精神还好。贾母听了，沉吟了半日，向凤姐说：“你换换衣服，歇歇去吧。”并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那300银子的利钱，来望媳妇送进来，我收了。再有瑞大爷3番2次的使人来打听奶奶在家没有，他要来请安说话。这畜生何该作死？看他来了怎么样？这瑞大爷是为什么只管来？我告诉你件笑话，还记得9月间东府里大老爷做生日，我刚好在那边园子里遇见了他。见他那副嘴脸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。后来听风儿说，这2个月他倒是来过几次，骗我都往宁府里去了。哼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没人伦的混账东西，起这个念头，叫他不得好死。等他来了，我自有道理。瑞大爷来了。快请进来。瑞大爷，奶奶请您进去呢。嫂子，嫂子，瑞大爷好。嫂子好，嫂子一向可多辛苦啊。还不快倒茶去。瑞大爷，快请坐。嫂子，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也不知什么缘故。别是路上让人绊住了脚，舍不得回来也未可知啊。为官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订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紧要头领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真干净。